嗨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年你有回家吃年夜饭吗？我没有耶。年夜饭，也就是团圆饭，是越南人自古以来非常重视的一餐。无论大家身在何处，过年都一定会想办法回家，和家人一起准备传统料理，祭拜祖先，感谢过去一年平安走过，也迎接新的一年重新的开始。今年我没有回越南过年，所以想亲手下厨，做几道我们家过年会吃的菜，来制造过年的气氛。第一道，冻肉。猪腿肉跟枪片下锅煮开后洗干净，切成小块，也不要太小块啦。这道菜呢，原本可以用胶原蛋白多的部位，猪头肉、猪耳朵、猪皮，有些家庭呢还会加鸡爪，都可以。我本来想用猪腿肉跟猪耳朵，但是买不到猪耳朵，这边呢都是一双一双的卖，吃不了那么多，所以我只用猪腿肉跟一点猪皮，让它比较容易凝固。把猪皮肥肉的部分去掉不要，然后切成大片，因为我后面会捞出来不吃。然后来调味一下，很简单，只有一点盐巴、鸡精、味精，黑胡椒可以多加点，还有鱼露。好像很多台湾人都接受不了鱼露的味道，但越南人就很爱。我个人的话就还好，不是每道菜都会加。然后搅拌均匀，加一点点油，把紫葱炒香，把肉放进去炒，炒到肉的表面没有血色就可以加水。水量跟肉量差不多就可以。等水开的时候，我们把木耳跟香菇泡软。等一下还有一道菜也会用到这两种材料，所以要泡很多。水已经开了，要把浮沫清掉，不然汤汁会变浑浊不美观。好，木耳跟香菇洗干净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切成小块。因为这个香菇已经够小了，所以就不用切了。已经炖了40分钟的肉开始变嫩了，把木耳跟香菇加进去，再煮30分钟就可以。炖肉的时候呢，需要小火慢炖，火太大的话，肉会容易柴。这应该是这道菜唯一需要
注意的点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胡萝卜切成花的形状，用来装饰。先把猪皮捞出来不要，把焯过水的胡萝卜花放在碗底，再把炖好的肉盖上去，放凉，这道菜就完成了。这是越南人在农历新年期间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料理，尤其是越南北部，因为北部冬天天气寒冷，以前没有冰箱，人们会在冬天做这道菜，利用低温自然凝固，这也是延长食物保存期限的一种方法。久而久之，这道料理便成为过年时不可缺少的一道传统美食。其实我觉得不用加猪皮，它也会很好的凝固。现在只要用一把小刀刮一下碗的边缘，就可以轻易的取出来。是不是看起来有模有样的？第二道，炸春卷。这道菜我很爱吃，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己做来吃。皮是我从越南带过来的，油炸后外皮薄而酥脆，不油不腻，一口咬下，丰富的馅料香味四溢。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，真的建议你尝试一下。虽然在台湾外面卖的，我还没有吃到好吃的，也许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吧，每个家庭也会有自己不同的做法，所以我今天做的也只是我们家的做法而已。这道菜真的很花时间，需要准备的食材很多，还要切很小，但也不能太碎，太碎的话就会出水，那么炸出来的就很难酥脆了。还好我最近买了这个工具，帮我省时省力，太赞了。但是胡萝卜太硬了，得先切小块才行。多余的可以留下煎鸡蛋。这次我买了大概600克的猪脚肉，是五花肉的部位，瘦肉大概7到8成就可以，太瘦的话口感会偏硬。剩下的蔬菜部分呢，大概占一半，一半肉，一半蔬菜。本来想摆成这样的形状，但是空间不够，那就先拍张照，保留它最美的时光吧。米粉冷水泡软之后，剪成大概2公分的长度。米粉的作用呢，就是吸收内馅的水分，让春卷变酥脆，很重要诶。有人还会用干泡面来代替，但现在应该不会有人这样做了。
我看大部分都用米粉了。香菜跟薄荷香菜对我来说就是这道菜的灵魂，薄荷香菜会让这道菜变好吃很多。因为外皮已经有咸味，所以我只加一点味精跟鸡精提鲜。黑胡椒还是一样要多加，但是也不要加到很辣，就吃不了了。鸡蛋也是不能少，这个量大概3个鸡蛋就好。鸡蛋的作用应该就是增加内馅的粘着度，让它不要太松散。好了，现在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始包了。我用2层皮，白色的这层呢，主要是让春卷更酥脆。如果是在越南的话，我是不用把皮弄湿的，但到台湾放一段时间后，没有过期哦，它也会变成很脆，没有办法包。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能刷一点水，感觉口感也会变得不太一样，但也是小问题。通过几次边包边炸，然后叫掉之后呢，我现在都全部爆完再开火。可以用炸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么多油只用一次就要倒掉，很浪费，所以我都用煎的就好。第一次先把春卷煎熟，吃之前再来煎第2次，这样就可以吃到外皮酥脆的春卷。火不要开太小，放进锅里要像这样有滋滋的声音，炸出来的外皮才会酥脆，不然容易变得有嚼劲。然后再转小火慢慢煎熟。煎第2次后就可以剪成小块，但是如果太烫的时候剪的话，就会容易像这样破裂。那可以等它一下，大概2-3分钟再剪。现在偷吃一口就是最好吃的一口。越南人吃炸春卷的时候，通常会搭配酸甜鱼露，但是我今天就蘸辣椒酱就好。
第3道，白斩鸡。越南人的传统宴席一定少不了白斩鸡，农历新年的年菜也是如此。通常人们会先把整只鸡煮熟，用来祭拜祖先，同时也有人会透过观察鸡脚来占卜运势。祭拜完成后，再把鸡肉切成漂亮的块状，搭配柠檬叶与椒盐一起食用。抹上姜黄汁是要让鸡肉的表面金黄，因为没有办法砍鸡骨头，所以我现在把骨头去掉再切。第4道，越南粽子。粽子是越南家庭在农历新年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道料理。如果你有机会了解它的起源与意义，就会发现它对越南人而言蕴含着深厚而悠久的文化与历史价值。做出一个粽子其实需要经过许多繁复的步骤，首先要准备糯米、绿豆，还有黑胡椒与多种香料腌制的猪肉。这些食材的挑选还有准备也会有讲究的，再用一层层粽叶细心包裹起来，之后还需要8到12个小时长时间熬煮。这段时间呢，也成为家人们在过年时聚在一起共享温馨的时光。这是我在台湾买的，过几天回越南，如果我家有爆的话，再录给大家看。那么今天的年夜饭就完成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